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玩扯铃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玩扯铃的这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招式，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2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尝试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飞林舞乾坤，传承与现代激荡力与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转播一起来欣赏到的是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今天转播团队同样是来到了明湖国小，要为你们献上今天一整天的决赛赛程。我是秉承，今天的转播工作与身旁的郑子毅老师以及台亚卫星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Britney 姐，今天早安了。大家早安，还有现场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是，那在今天我想我们昨天其实是看到了一连串的这个预赛的赛程，那今天就是要进入到最后一天，也就是最终的决战。而我们的首相其实也有拿到在昨天的这个整个名次的评分表，没错。今天的话就是，当你昨天在平均的分数上面比较低的这个小朋友，那你可能今天就会是比较早上场的。那我们昨天也有看到。当然，你可能比较早上场，你在整体上面的心情，你就要准备好咯。因为毕竟昨天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在整个动作的掌握度上面还没那么高，身体可能还有一点紧，尤其是一早的前面几场比赛，所以在整体的发挥上面，就看小朋友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会怎么样来做调整。今天应该是会比较快速的进入状况，尤其昨天是预赛嘛，预赛的人比较多，相对的选手等待时间也比较长。那今天也是天公作美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稳定的。那决赛的选手比较少，所以我相信今天可以比起昨天有更好的这个团队表现。说到天气，今天好像稍微有一点回暖咯。对啊，所以今天天气非常舒服。这个回暖应该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场地现在也是蛮舒适的一个温度。
对，所以对于这个每一个上来的表演者来讲的话，应该整体上面的发挥也会比昨天来的更得心应手。毕竟你昨天都已经在这边表演过一次，那会舒服一点。对，那我们拿到的这个名次表上面的话，上面是有包括技术分跟艺术分。在技术分上面，老师您刚刚在私底下跟我讲的时候，你有点出一个点，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在评分上面，代表裁判老师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喽。没错，就是尤其选手现在他的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创新招。那创新招如果裁判没有先做功课，那他突然看到觉得很新奇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出一个偏离轨道的成绩，就分数会比较高一点。对，因为他前面没看过，他反而觉得这个是创意爆表。对，所以尤其是乙、丙、甲的裁判都要一直做功课。好，现在我们先看到我们今天会看到的第一组决赛。国中男生组的个人赛，那第一位出场的是来自府城高中国中部的吕伟杰。I just live a fast life, forget about the past. I numb out to escape my fears. Friendships only pass by, show up gone like strobe lights. With you I feel something real. And I walk a million miles just to see you smile till the day I die. Oh, I need you by my side. We get high on life till the day we die. High on life till the day we die. High on life till the day we die. 目前看起来是我们昨天国中个人赛的预赛第8名的选手哦。对，这个应该是维珍国中的邱伟哲。没错，伟哲同学。目前看起来，因为其实只要进到决赛哦，他们的能力都已经是1等1的了，所以不管他是第8名还是第1名，我们等一下看起来他们可能的差距都不会太大哦。那伟哲今年是7年级哦，所以是小高一。现在看起来他是选择一个很短的那用棍子的折返的这种套路在双铃里面表示，这个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折返的动作非常有信心，才敢放在双铃里面哦。同时做一个背后回旋加左右手换棍。好，一样哦，搭配瞬间的地板起灵，它就可以减少加速的时间哦，直接进入直立铃的加分点哦。好，目前第一个套路直立铃的自然拖棍接 helicopter， 它也是很轻松哦。第一个上场的同学，目前看起来是怡然自得，很轻松的完成他的套路。好，他3铃的第一个动作选择是高3的变化。连续2个变化了之后，直接进入的时间差之后下降变成线3，马上接滚抛喽。他3铃的操控度非常好，尤其他的线并不是长线哦，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对他的3铃非常是有信心的哦。哇，他还用那么短的线来做4铃，我只能说，难怪他进到国中男子组的决赛哦。你们现在看哦，这条线要放3个铃了，已经 barely fit， 根本放不进去了。好，他选择做了一个挑高式的线4。好，你看他的轨道四方形非常漂亮哦。好，一样哦，基本踩点拿分。好，干干净净哦。他没有把速度拉到最快，但是你看哦，他稳稳的把自己的套路
如果我刚刚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0失误哦。是，对，第一个出来就是这样子佼佼者，后面的人会紧张。果然像老师说的一样，今天是决赛的赛程，一开始就会准备好，就会准备今年度又拿下在全民运的民俗体育男子组扯铃团体赛最后的第1名。那也是跟他的同学，包括是洪岳恩跟陈冠佑。那我想他今天其实在第一个出场，虽然说昨天的成绩上排下来的话，会是今天在决赛的最低名次，但今天等于说再重新，对，只重来一次嘛。没错，而且有的选手呢，他会在预赛跟决赛做2个不同的套路，为了节省力气。那因为我们昨天刚好没有转播到这个国中组的国中男子，对，所以很可惜，我们不确定他跟昨天的套路是不是一样的哦。但现在一看才发现，国中男子组在昨天的预赛里面有32位的同学，没错，所以在国小阶段、国中阶段，我们算是遍地开花的，对，蛮成功的。哇，32支8，能够闯进最后的8强也是不容易的。没错，没错。那等于说就是一个班级里面你要考到前8名。好，接下来的话是昨天排在第7的吕伟杰，这个就是来自福城高中国中部的小朋友。开始选择的是这种中速的棍子 manipulate 哦，它还没有在铃上面做很多的变化，但是它棍子的操控性其实是不错的哦。我们看得出来，这个选手他虽然比较小哦，但是他的棍子的选择也是短棍短线，让他操作起来的利落度是提升的哦。好，第2套的选择也是连续放棍哦，比起刚刚身体的 lift off， 他这次是只有棍子跟铃的展现。好，这个选手他目前的整个场地运用的很足哦。目前看到前后左右他都已经踩点了，整个位置他都已经，他等于在这个场地的运用掌控分都已经有了哦。好，双铃第1套滚抛接一个大放棍，好，直接接高抛哦，中间是没有缓冲的哦。好，这个背后滚抛连续的，好，这段编的不错，有大有小，它强度有调整回来。哦，做了一个很可爱的360哦，他一边做双铃高抛，一边人体的360旋转哦，这个分数不一定很高，但是是有创意的一个，当然一个情绪舒缓的一个小桥段哦。好，直立的选择也是在棍子的 manipulate 直接加上360哦。好，一样小放棍过脚，哇，连续过脚2次，还不错哦。这里手上 manipulate 还进到背后，他手脚的灵活度很高哦。哦，他这一套算是编得很不错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他一直在换棍子哦，前面一直换棍子的目的是他每一只棍子的比重不一样，所以他做小放棍跟大放棍用不同的棍子，是那个棍子的转速会帮助他成功哦。好，
好，抽线完直接高抛，用滚抛啊，可惜轨道没对，但是他救得很好哦。通常这个时候呢，会2个炸开，但是他救到了一个，但是最后有点可惜哦。这是最后在 ending 的时候，这应该是算是他手上唯一的失误。对，美中不足嘛，最后面的地方，而且我觉得算是重大失误哦，刚刚说很可惜。在决赛里面，没错，这个就算蛮严重的。没错，在头上的左右分裂这种炸开的，我们就算是重大失误。是。吕伟杰今年刚从五福国小毕业到府城高中国中部哦，7年级的小朋友，但同时也是今年度的全民运在高雄的代表队成员。那当时他也是跟着这个高雄的团队一起拿到了团体组的第2。其实如果可以参加全民运动会的这个团体的赛事哦，他一定要个人能力的技术含量很高，才有可能被选进团体。是，因为这个是全民运动会，应该是台湾最大的一个那种national competition， 所以是最大的。如果他可以被教练选进去的话，那应该也是1等1的好手。对，而且那个你选进去之后，你代表的是县市，没错，就是你所住的这个地方，那个荣誉感是非常高的。在这个比赛，选手会很努力哦，因为都是有丰厚的奖金的哟。是。好，接下来看到的是金宁国小来自金门的翁兆廷。Since I've reached out and said hello, I bet you're wondering why I keep obsessing on and stressing all the little things when I should be living life and soaking up the memory. I know.做了一个比较终极的一个连续放棍哦，它虽然的棍体比较长哦，整条线很长，所以让速度看起来比较慢。那第2段呢，一样是放棍，但是把速度整个提升了。我觉得他这里技术的堆叠整理得很好。一样哦，同棍不同方向哦，右边的棍子是直立，左边的棍子是横向的哦，这里处理的也很好。好，一个高抛时间差，接一个小放棍。可惜哦，在这个错位的放棍有一点漏接，可是看得出来哦，他从刚刚的大放棍接到双零错位的放棍，在技术的堆叠方面，我觉得编排得很好哦。好，直接做一个很大的时间差，我有点担心这个线太长，对他的手臂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哦。好，希望他可以再降一点哦。他现在线3的肌肉状态就整个放松了。好，线内的弹跳变化处理的也可以哦。哦，直令的卡林的快速的 manipulate， 再加上一个空中暂留，暂留完的时候零棍错位完的时候拦截成功哦。好，再做一个直立的 butterfly。他直立零的套路算是非常的长哦，再用一个 helicopter 结束。算是很长的直立套路，但是重复性不会很高，所以它的技术层面都是有达到的哦，在不同的区块都是有 cover 到的
happy. 这边折返有一点紧张。翁兆廷今年也是刚从金门精品国小毕业来的国一啊。那我想在这一次国中组的个人赛里面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不是看到的所有小朋友都是国一哦？真的耶！在国一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哦。我们再往去年推啦，112学年度翁兆廷同样也是在精品国小的时候，6年级的学长就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包括了他在更早之前是2020全民运金门的代表。那在去年上个学年度里面呢，则是跟他的搭档陈义佑一起拿下了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的双人花式优等。听起来这些小朋友真的就是一路的这样子慢慢的变强，没错，他们就是比赛好手。对，这样听起来他的这些比赛的头衔确实他刚刚表现蛮符合的。我觉得他刚刚在刺激还有这些动作，其实都有蛮好的表现。而且我也感觉到了，今天真的不能有失误哦。没错，今天又要比强，还要比稳。是，接下来看到的是许维礼，就是来自中正国中的同学。好，第一个选择的是连续放棍了，还有身体的移动，再加上一个迷你布雷直接进背接，这里接的很利落。目前在背后接的时候，其实这边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不过目前这位选手他处理的很好，棍子的长度也量得很好，所以可以马上接到最适合的角度。好，第二套的选择比较好，就是跟第一套完全没有重叠，作为一个跟身体没有关的前面的一个连续放棍。转身那个单手放，左转是单手放，右转再接一个双花棍，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串接。哇，他接棍子接得太好了吧！你看他连续放棍，刚刚连续5个放棍都接到位哦，那么干净的其实很少见哦。虽然他刚刚不小心漏接哦，后面动作没完成，可是我想他前面应该会让裁判印象深刻。有点歪斜哦，不过他处理完的时候，他有稳下来哦，没有因为他这样子到背后让他乱了阵脚。好，滚抛看起来有一点点紧张，但是他还是满脸全部都成功了。希望他后面的速度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好，一样抽线进40。好，40踩点拿分。他第一个0放弃其实是蛮好的选择哦，因为那个实在是太低了。如果再去救第一个的话，可能后面2个会掌握不到，所以刚刚的那个放弃是很好的选择。
在正面完成的。有的时候这个直立铃大家很歪斜了，但是它放在正面，我觉得它这边完成度不错。虽然直立铃有一点短，但是这个套路因为还没做的成功，所以还是可以接受的。8年级的学长许维礼，那许维礼在上个月北市的中正杯里面呢，又拿下甲类国中男生组的扯铃个人赛第1。那每一个选手现在抱起这个title好像都不得了哦。怎么这来参加的选手不是冠军就是第1名啊？怎么都那么厉害？尽可能的帮他们把今年度或者是上个学年度的成绩都找出来，因为这就代表就是当你是已经站在你现在的这个年龄层的一个顶点的时候，对，那其实你还是会有压力，你必须要维持下去。当然，同时间你会不断的有竞争，而这个竞争就是变成你养成你的一个最好的养分。没错，尤其他从区域冠军到现在全国赛哦，他可能也会看到每一个地区的区域冠军。对，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哦。尤其他们自己比完赛，一定都在旁边录影、讨教，一定都是在这边相互练习的。而且看看。就是同样都是这个高中组的，因为他们现在也是进入到高中组啊，包括我们看到前面的3位7年级的同学，还有刚刚的这个许维礼是8年级，那同样都是中正杯，从区域的到了现在是全国性的中正杯，那其他不同地区的同学们会怎么样来发挥？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是王少军，来自新北市五峰国中。No giving up, no giving in. We're match fit, we're here to win.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but filament, information. Where the realest out here, no imitation. All around the world, no immigration, and we get it in without an invitation. 这个选手的音乐搭配包含他棍子左右弹跳的节奏，目前处理得很好哦，不疾不徐哦，适合他今天整体的风格哦。Boy linked up with swing stuff. Say to the UK and stuff. We got them all on the floor like a praying mom. Off the temple. 哦，换棍完了再接错位，再做小放棍的反手接哦。瞬间跳铃，上下错位，看得出来他是要换铃又放棍哦，这里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哦，可是难度应该是看得出来的。可惜哦，这边有一个套铃没有套到哦，在前面第一个失误之后，现在已经造成一个3次的连环失误哦。希望他现在可以把自己的节奏抓回来。哇，折返的处理也很好哦，肩上折返，脚下折返，几乎算是同步哦。好，上下连续抓棍，换方向前后。好，这里也是在这个招式的尾端发生了一个小失误哦，还是可以接受的哦。好，30开线直接做滚抛，接下来一个30内翻的单手放哦，有一点可惜哦，也是在收尾的地方哦，但是不影响他整体的技术表现哦。哦，他做交叉了，还旋转360，本来想要一个背接的，也是小小的可惜哦。好一个内放哦，这里很漂亮哦，哇，2次非常漂亮，身体灵棍不同步哦。
2次逆转身，再接一个 helicopter， 非常漂亮哦。啊，可惜 manipulate 没抓到，有点小小的失误哦。哇，我们这里很担心了，因为刚刚选手出界了，选手其实是不能出界的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不晓得他14分这边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扣分。哎，哇 ，manipulate 通常不只会做1次哦，还有接到的人很惊险，他可是做了2个弹跳哦。哇，这个选手真的是不简单哦，不得不说，整体表现、音乐选择，包含他操作动作的速度，我觉得他是蛮理解自己，或者是他教练帮他做了一个很成功的编排。是的，老师，我们又再迎来了一位国一的小朋友了，王少军。我想他对于全国中正杯绝对不陌生，只是他们是从去年度的国小组，现在来到了国中组。那去年度王少军在全国的中正杯里面呢，最后是拿下了第2哦。而他输的对手就是在刚刚我们有看到的，翁兆廷。哦，对。但是王少军在国小的阶段呢，所留下来的成绩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包括是新北市议长杯国小组的第1，全国扯铃赛高年级组单领的第1。所以我相信，哇，真的必须要把这句话给讲出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啊！现在国中组，而且到现在，跟我们昨天的预赛相比的话，今天真的你有1-2次的失误，这个扣分可能对于你的总分来讲，就会是很大的一个损失。没错，虽然我讲它是小失误，但是任何的小失误对于他们这种高难度的连续招式哦，都会影响整个表现的流畅。所以虽然是小失误，但是其实是重大的影响。那每一次的失分都可能会让他在决赛里面得不到自己最心仪的名次哦。王佑君来自弘道国中的同学。目前看出来，这位选手的场地运用是完全有规划的，从右下角到中间，到左下角，再到右前方，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走位。目前的速度不是选择最快的，当然是属于稳扎稳打，还有带入脚步、手部的变换。其实这边很明显看得出来他编排的细致度哦。哇，这边发生了一个失误，让他后面没有办法连续哦。右边的双放棍回来的时候，其实扯铃它是会有结的哦，所以他必须瞬间打开了之后再去接。好，目前走的这几个套路，大概目前有5个小套路，它的套路都不长，但是都是经典的套路。目前要走经典套路，如果不走这种创新的选手的话，他就要确保他的动作是100发100中，在这个14分，在吊铃次数这边要拿到满分。哦，这里处理得很好，360滚抛上高完的时候接了一个不同轨道的，也很可惜哦，也是在下降的时候。
轨道没有拉正哦，他就可能上下就会有点冲突哦。好，士林目前看起来有一点急躁哦，希望他可以稳稳的收完哦。确实哦，他到后面的时候，感觉他手部的肌肉已经有一点僵硬了。士林的抖晃跟这个抛铃接起来，并不是最流畅的哦。最后收铃的时候掉了一颗，也放弃了一颗哦。哦，他的身高搭配他的线长，站在中间做直立铃，其实是蛮有气势的哦。对，尤其他前面的连续大放棍，包含手部的延伸，对他来说这里是一个蛮亮的一个状态。我想今年刚拿下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的花式双人扯铃冠军王佑君，今年的搭档是陈柏宇那在去年度的中正杯里面呢，他在个人赛里面拿下第4。那在双人赛里面呢，是搭档洪家生拿下了国中组双人赛的第1。所以今年度再来中正杯，应该就是要来挑战把自己的名次再往前推。不过他刚刚其实是有一些失误没错，而且看得出来，我觉得他刚刚有一点僵硬。那前面的失误了之后，可能造成他，你知道，一开始失误的时候难免心里害怕。那害怕的时候，后面有点绑手绑脚的时候，更做不出来。尤其是他看到前面的学弟一上场的心里一定会想不能输，可是当自己失误一发生的时候，前面的学弟表现的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反而压力倒在学长身上。没错，没错。有些时候在签表上面，如果是你比较容易紧张的选手，或许你早点出来，先不要看别人的表现，对，也不会是一个差的选择哦。在国中组的个人赛里面进入到决赛的会是8位选手。现在要上场的是第7位的刘承恩，来自新雅国中的同学。哦，这个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失误哦。其实这个算是个人比赛蛮基本的哦，他打地的时候就没有打起来了。好，第一套选择的是连续小放棍，后来接了一个双节棍明明并雷接哦，他的速度很快哦。以他的这个线长的话，他的速度确实是拉得蛮高的，但是目前看起来他是很轻松可以掌握的。好，做一个掌心折返哦，掌心折返下面还做了一个小的折返，再接干净利落。哦，高抛变化完了之后，做了一个他们学校的特色哦。他们新雅的同学都喜欢做一个跨步的一个背后带哦。那在这边也有一个力与美的展现哦，其实是蛮适合他的。哦，很可惜哦，在做这个换铃错位的时候，棍子不小心打到铃了哦。但是因为刚刚有搭配脚步，所以整体看起来的丰富度是有的。好，看起来放弃了那个动作，没有再做2次的尝试。好，放棍接转身，在高低抛也抛得很准确哦。好，完成了做他的第一个长套路高抛滚抛的一个连续动作。通常大家都确实是会往左边偏哦，那他刚好在这个场地内完成了。
好，士林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挑高的哦。啊，四零滚炮目前轨道，哎呀，刚刚那2个四零滚炮那个距离多漂亮啊！可惜在第2次的时候有一点点节奏跑掉了，有点可惜哦。哇，他在后面的立刻换位，可以看得出来哦，他头左右转向的速度是很快的哦。马上做完的时候可以回来正面。如果他刚刚那套动作是完全面对正面做的话，哇，我想裁判一定会更喜欢哦。我很喜欢他在放棍的时候把另外一个手放在后面哦，不会感觉有一个多余的东西在这么摇晃哦。所以这位选手他在手的处理方面还非常干净，一样哦，逆转身哦，棍子跟身体不同步哦。哇，很可爱的一个收尾哦，还加了一个抬脚哦，这个就是一个适合他的个性，适合他的年纪，跟他整体的表现都是有搭配到的。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大学长刘承恩，今年已经是9年级喽，所以接下来也准备要面对的就是要升学的考试了。那我想他在全国中正杯的资历也是蛮丰富的，因为他国1的时候就是有跟着新雅国中的团队一起拿下了团体组的第1。那在整个成绩表上面来讲的话，每一年看到他的应该都是比较偏向是双人赛，包括在国1的时候是搭配的李宇伦拿下第6，去年度的话这是搭配的林彦君，最后是拿到了第3。今年度我还不确定，不过今年度相较去年度，承恩最大的突破应该是个人赛，因为去年度个人赛好像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是今年度来了，所以虽然是9年级的学长哦，不过我相信对他来讲，今年度又有所突破了。没错，尤其是在个人赛的时候，完全没有人 cover 你，你一个人要在上面完整的充满音乐，把技术全部做完，其实对于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强压的一个状态。我相信这压力一定是大的。不过最后能够把自己整体所这个准备好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最大的肯定了。接下来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昨天在分数上面排名最高的陈柏宇，同道国中的同学。他们选择的一样哦，上面的棍子是直立旋转，下面的棍子是横式旋转哦。不过有别于他因为他身高比较高，但是他做了一个小棍的选择，所以目前看起来的画面跟前面的选手是不太一样的哦。你看到他的稳定度是很高的他在做这套动作呢，他的身体是完全不需要移动的所以他可以让大家专心看在他前面棍子的展现，并不是他呆着不动，而是他选择不动后放棍完了之后，再做一个回旋小接灵这个是蛮经典的一个动作，它速度做得很快，所以看起来这个难度更高了做一个内放棍，轨道变化，再做一个外放棍好，完了之后做一个小 juggle， 轻松接到他的动作可能不是最创新的可是我必须说他的完成度跟精准度是很高的抓3了一个，先做招式完的时候，再把双零顺便一起加进去这个是有别于大家的直接起3零的一个方式
好，送高的时候直接开始第一套的30高抛。哇，收得很好哦，连续收2颗，你看他的脚根本就不用动了，代表他的动作真的就是百发百中，他没有练到130%，他是不会出来的这种型的选手。好，40一样踩点哦，但是它的滚翻跟挂脚有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哦。好，腰部折返包含身体转身。好，刚刚他做了一个腋下，让这个棍子做一个时间暂留的时候，再快速加速做出来哦。这里有一个做得很好哦，他这个选择很好。好，利用刚刚暂停的时间呢，让这个长的套路感觉起来没有那么长，把它分成上下2半，一样 helicopter solo 结束这一回合。哇，这个他走的真的是，我只能说有参加决赛的选手，他们都很知道怎么样能够展现自己的强项。如果他用别的音乐看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好。音乐选择的好，套路啊，整个干净利落，确实也是适合他的。恭喜这位选手，还有他的教练哦。结束这一回合，同样也是学长的陈柏宇，今年应该是这8位最大的一个冠军竞争者了。毕竟在去年度个人赛他已经拿下了第3，所以今年他只能向上看上面的这2个名次，要么是亚军，要么是冠军。不过我相信，其实我们前面在看很多7年级的学弟们，他们上来的表现也很好。对，尤其是这一次的选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2种编法哦。一种是比较古典的，古典的编法就是走这些经典的套路，但是做到百发百中。那有一些高中男生组的个人赛决赛，那我们同样也是先稍作休息，等等再回来了。
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第2个组别要来到的是男生高中组的个人赛。那这个组别的话，昨天的预赛里面有21位的选手，最终进入到决赛的10位，所以大概就是一半，刚好就是一半。如果你昨天的成绩是可以在一半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不过好玩的点是，老师刚刚我们有看到的是第1位表演的这个选手呢，他其实他们昨天其实在高中组的稳定性都算不错像谢宇哲他昨天实施平均扣分仅仅被扣了1分而已。代表他有遵守这个比赛规则，然后他的失误也降到最低哦。是。有的时候他扣分并不是他掉零，是他规则没阅读清楚，秒数没达到，他也会被扣分。对，在扣分的项目里面呢，除了我们最直观的就是你发生失误，你掉零以外的话，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国中组的组别里面就有发生另外一个重大失误，是他踩出场。没错，他整个人出界。他刚发生的状况是他没有准备预备铃，那他那个动作失败的时候，他在操作的这个铃飞得太远了，那他没有预备铃，他在1秒他选择冲出去拿铃回来再做，捡回来。对，所以他可能觉得他的后来加分可以凹低他被扣分的点。哇，少曲可惜了，我对他的音乐特别的有印象啊，Drum Step 的曲风嘛。好，3重高中的谢宇哲，这个是在高中里面的第1位选手。刚刚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啊。感觉出来，这位选手他目前还没放开他一开始就用双铃直接进入他整个表演，但是我感觉他的肢体还有他身体的节奏还没融入到这套表演里面。好，这是目前做起来还是少数有成功的蛮多选手选择这种外放棍回来的招式但是我目前印象记起来好像只有他成功好，他的铃蛮斜的，不过他的手因为有这样子调整，所以没有让他的这个斜铃导致他的失误速度都还算是一个中速的安排甚至有一点中慢，他的速度听得出来，他有完全在等这个音乐所以他应该是跟这个音乐对拍蛮执着的一位选手好，内换接一个时间差，再直接接到3铃滚抛。好，后面没有加延伸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
好，有哦，现在强度起来了，三菱内翻再一次送高2颗哦，再来渐层的缓下来哦，这里处理的不错哦。好，三菱高抛踩点拿分哦，基本做一个简单的高抛1轮回而已哦。今年高2的谢宇哲一开始上来就有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氛围，对，感觉他节奏还没跟上。我觉得差不多前面过了可能有30秒之后，后来他确实进入状况了。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看到他手上就稍微好像有点掉棍的感觉。哦。就棍就感觉好像有点抓不好。确实哦，你看高中男子组的第1个，那确实在这边可能1号顺位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压力，有点大哦。对，就我们前面在国中组的时候就有讲到，反而好像是后面出来的，因为看到前面的表现好，所以会紧张。对，但是像现在的状况就会变成说，可能如果前面陆陆续续都有失误的话，那后面出来的反而心会越来越安。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出来的一个结果。对，通常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看，你不要知道别人，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你把你自己所准备好的东西发挥出来就好，就可以了。那谢宇哲的话，他也是在今年全民运里面新北市的代表成员啦。那最终还是能够进入到决赛，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的肯定。但当然能够进到决赛，小朋友一定会希望把自己的名次再刷得更漂亮一点。对 ，Then again， 我们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跟昨天不一样的新的套路哦。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在专注在选手的表现上，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创意。中仑高中李杰恩第2位的选手了。这个确实在单头领有的时候会发生哦，因为它是2边不平衡的动作，所以在运直力加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好，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表现不错的这个左撇子的好手哦。好，第一个套路选择的是棍子的变化 manipulate， 包含一个前后的一个双节棍。好，棍子的弹跌有一点小失误，可是还好，它上面的手很稳定哦，还是有成功的接到哦。好，这边可能发生一些失误哦，他决定放弃，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好，直接线棍折叠哦，上下错位，还了一个放棍，有一点可惜哦。他刚刚零的上下距离其实是很好的哦，可能有一点小紧张哦，没有抓到下面那一补尾棍哦。好，内盘包含放棍上手，轻轻松松。哇，刚刚是后放棍没接到，今天内放棍要去套的时候也没有套到，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哦。好，空中高抛接到一个回旋的技巧连在一起，这里是一个好的搭配。看起来有动作没做哦，他利用一些抛零来填充这样子的时间哦。哦，他放棍，他的手有习惯挡在身体前面哦，这个挡的动作也帮助他后面接零的速度很快哦，所以他刚刚上身跟下半身的这个蹲下起立很流畅哦，很适合他哦。好，他选择哦把场地的零捡起来使用哦，这个是我们也希望选手可以这样用，保持一个整个画面的清洁整洁哦。
好，时间差接连续滚抛。哇，连续了很多才做一个30的内翻。哇，轨迹做得不错，30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套路，完的时候踩点拿分。啊，有点可惜哦。开的时候他4个位置没拿好，可惜了，在40这边连 shuffle 都没有选了。杰恩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失误哦。那我想今天第2位上来，对他来讲，可能这个顺位序上面还是会紧张。其实他在前面1个0、2个0，他虽然2个0后面都是放棍的地方失误，但是他其实失误是在同一个技术难度区，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接受，不会觉得说他好像东掉西掉的。我们知道他是在同一个地方掉。那如果这种高中男子个人会放进来的，一定是熟稔度很高的。那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刚2个棍子都没接到，我觉得有点可惜哦。不过接下来这个可能就是杰恩要去加强的一个地方了。或许他平常在练习的时候是不会掉棍的，但是如果到了比赛的现场里面，他是属于容易紧张的，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去克服，或者是他知道这是决赛了，决赛就更紧张了，就又更紧张了。昨天就已经有点紧张了，他选的音乐是比较轻快的，对，昨天应该也是同样一首啦。那这种比较轻快的音乐，可能也是有特别选过，希望他在比赛的过程中是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没错，而且会选一个裁判听起来不会那么阿杂的音乐，其实是很好的。哪一种是会阿杂的？这我就好奇了。这就不好说了。好，黄佑恩是来自闽伦高中 B 队的选手。好，他刚刚已经连续利用2次的身体折返哦，刚刚前面有肩还有脚哦，第一个套路做一个连续放棍的折返表现。好，第2个套路一样折返哦，可惜在后面加速的时候抽没有抽到哦。好，高抛完的时候直接做一个放棍哦，他这里成功了哦。好，再来，他现在喜欢做的是像这种时间差哦，高抛完的时候再下手做一个技术展现哦。其实这个是很冒险的时候，因为高速下降的时候，你要可以接住这个铃，并且缓冲。好，这是反棍小放棍有成功。好，又是一个缓冲高抛下手的展现哦。他连续3次，他都是做一个下手的技术展现哦。有的时候在做这种时间差的时候哦，通常选手的这种身体的动作会显得比较僵硬一点哦。不过没办法哦，这个是这种招式的特性哦。Look at me now, the mirror is changing. You can try knocking me down, but I don't insane. And I can see everything like it's supposed to be. And I can change anything. My future is up to me. 好，很完整的一个30滚抛的一个套路。
哦，从直升机上了之后换手了之后，大家接棍子，它是接线哦，让这个线折成2半，可以有不同的技术展现呢。好，暂留套起来了一个阻挡，自然开线绕成功。好，一样，这里很漂亮哦，接起来的 helicopter， 而且完全面对前面哦，这里表现得很好。可惜后面直立铃没有接到，不过他前面的那个很轻巧的勾到，我想还是给裁判留下深刻的印象哦。黄佑恩在今年度从新雅国中毕业哦，那跟着虽然说不是同班同学，不过我相信是扯铃队的好队友蓝正奇一起携手来到明伦高中。不过正奇其实在这一次的高中组里面，在昨天的预赛完美全上之姿。这又是今天在决赛里面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那佑恩的话则是第3位，不过都是上了高一之后第一次来参加全国中正杯，上高一啦，是高中组的初体验。不晓得他们我想他们之前一定是比赛经历丰富哦，是，所以应该是很年轻的资深选手了。对，因为像是他们不只是跟着这个校队出去了，新雅自己应该还有一个团队叫做心有灵犀，没错，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好，接下来第4位就是卢义杰，来自华章高中的选手。好，他一样哦，他不加速扯铃哦，直接上抛之后开始动作，这个时候是蛮挑战0的转速的哦。好，这个是属于一个中速度的连续放棍哦。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棍子的线条还可以尝试做一些身体的折返。我觉得他速度拿捏得很好，有些动作如果零速太快，其实做起来是不好做的哦。他这边速度刚刚好。哦，上手放棍完的时候，自然的棍子做一个缠绕起铃。这是一个算是特殊的骑法哦，通常难度比较高，一般人不会做。哇，放棍完了之后再来接一个换位，也是很干净的抓到哦。哇，漂亮！他这个弹的，你看他缓冲做得多好。还有时间看一下裁判。他对于这种小棍的放接，他拿捏得很好，他不能太大力，他一下过了你要接的角度完的时候，你后面会很难进行哦。你亲像阮的妈妈，拄着困难提醒着我，叫我头爱也好关心你款代志拢莫惊，我一直走，一直坚持，一直向前行。好，一个上下迷你布雷抓到棍子的位置不是最好的，但是也是被他接起来了。好，360转的速度很好，接后面。好，这个空中手指直升机。一样哦，干净利落，完全照他的安排一样哦。他放铃的地方就是他下一组要起铃的地方哦，没有过多的走位哦，让这个画面很干净。好，
好，连续做了2次折返，哦，高低有一点点紧张，但是他还是接起来了。好，马上30拿起来，选择一个中上的一个难度，直接就进入40。好，希望他肩膀可以松下来哦，可以轻松的做40 shuffle 哦。哦，这次滚抛没有做一个最完美的收领哦，他选择盖过来，可能是有一点惊险哦，但是在这边也不会被扣分哦，只是会认为他做了另外的一个收领方式哦。马祖320P 的音质又响彻了明湖国小的体育馆。不过卢奕杰今年高1哦，我在想。这个比赛，它是在服装上面，它可以画脸吗？可以啊，可以画脸谱。这一次通常哦，这种加分赛的这种中正杯，本来是规定你不能有任何造型，要穿体育服装，因为这才符合学校体育服的规范嘛。那但是后来随着这种表演艺术的兴起哦，他们认为选手是可以展现自我跟整理的，只是不会加入评分，所以其实是可以画的哦。OK， 奕杰，希望明年如果我再看到你的话，可以把你在新北市当时的那个选拔，你画的那个官将手的脸谱也一起带来。好哦，对，那我们现在跟新北市代表队，那最后的话也有拿下个人赛的第5啦。他的那个官将手就是妈妈帮他画的，妈妈跟爸爸也支持他，所以带着他一起到屏东去比那个全民运。那我们现在告诉他，这个画脸是不会扣分的，对，不会扣分，你可以画的，不要担心违例了，就把他带来吧。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会看到的是，同样也是来自华江高中的佑成哦，曾佑成。华江高中这一次其实算是满载而归哦，他们昨天是连续的嘛，连续的5位选手，我还特别称赞他们音乐都不一样。对对对，没有请一个 DJ 来帮忙剪了，就全用了。对。那他们5位选手里面呢，有4位选手最后是有进入到决赛圈啊。对，因为目前看起来高中组进入决赛，大部分是北边的这个选手比较多，所以可能这次在这种编排方式，可能评审可能今年比较喜欢这种编排方式，也想。而且他们还蛮好玩的是，你看像现在是奕杰，然后接的佑成，那再等等。准备到最后的时候，会是加深接着玉凯，就是他们刚好2-2，会连续搭配上来。好，曾佑成，华江高中的选手。好，这边做一个连续放棍，也是一个脚底的折返。这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双放棍的连续起跑，一个高低棍的一个预备位置然后接了一个中速的一个双斜棍哦，速度不算快哦，但是是符合他整体表演的一个节奏哦。好，上下左右的棍子他全部都有转到了，我觉得他手的变换是蛮快的哦。其实，在做这种双放棍的动作呢，越慢速其实是越难做的。当他的重力不到，回旋不回来的时候，你难保他可能不会在半路就下车了，你抓不到棍子哦。好，这是他第3套的放棍，长度都不算长哦，但是他速度有加快，有做了一个层次的堆叠。好，连续放棍，中间做了一个小串场，这个是算是一个 juggle 类型的一个小串场。
好，他慢慢的确保把每一个放棍都放到他要的位置哦，所以他这边可以算是零失误的成功哦。有点可惜哦，像他这种扯铃，如果掉落在场内的话，我们会建议选手直接拿场内的铃起来用哦，保持环境的整洁度哦。过脚换手，再进背，再做一个空中的 helicopter， 这里由下往上的变化，这延展得很好。好，选择一个直接空抛了之后，就直接做一个高三的变化。时间抓得很好，他拿一个高三的变化，30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稳稳的做了一个高三哦，并且对点结束。我这边结束的干净利落，很漂亮哦。选了这首歌，不知道佑成有没有去抢演唱会的门票？不过佑成今年高2哦，曾经带着他的扯铃。他的铃一起到了马来西亚，到了日本，到了美国，在今天能够入围到决赛，相信他也是希望把最好的表现发挥出来。那如果他有抢演唱会的门票的话，也希望他有抢到，毕竟他都选了这首歌，祝福。我感觉起来好像到了高中组，失误都会有因为高中组他做的不是传统套路嘛，有的时候他也会想要挑战他自己，甚至是挑战教练。因为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不一定就有真正的教练，通常是启蒙教练教他。高中完的时候会自己继续练这样子，所以在自己想要挑战的过程，那没有教练帮他踩刹车的情况下，就有这种连环失误的可能哦。反而是自己可能在动作的安排上面冲的比较快一点。对对对。郭建亨，竹南高中的选手，现在也要登场喽。好，前面都是在做一个感觉，在做一个气氛的堆叠哦，都还没有做一些大招或者是真正的加分难度哦。现在开始了，一样做了一个连续放棍哦。它上面的这个棍子的这些折返还有拍棍哦，它做的蛮多的哦，甚至很容易的加入肩膀，并且转身接棍哦。这边看起来都是很轻松完成的。连续做了一个大转棍，有一个360的棍子后接。好，一样哦，在起双铃的时候，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是很吃铃数还有棍子旋转的方向的哦，所以他做了一个难度起铃的一个挑战。他做的高抛的这个变化不是做一个连续的，要选择中速的，然后做了一段长的，但是4个变化都是不同的，有折返的，有回旋的，有打棍，有击身体的哦。
所以他的双零在这边高抛也是用了一组动作就结束了双零这一回合哦。比起这种下压的加速棍子转速，他更喜欢挑起来，让这个棍子自由的回旋哦。那自由的回旋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造成刚刚这样子的扯铃滑落的一个现象哦。好，做一个内弹接滚抛，目前看起来轨道抓得很好哦。这个左右弹跳折返，好，这里是轻松漂亮的哦，轨道也是干干净净的。一样哦，30选择一个长的套路，完的时候就直接进入40哦。现在目前这些选手他们选的动作都是很多方位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一个技术层面或者是一个零上面，他花太多的时间哦，这样就不够分可以给其他的招式哦。好，目前40的轨道看起来是很 OK 的哦。啊，可惜左边挂手的时候没有挂成功，导致上面2个零中间没有办法做一个挂角的呈现哦。不过还可以哦，也是在40完成 shuffle 之后，内翻也是有做出来的哦。郭建亨，那他在111的全民运的时候，有跟着苗栗县拿下团体第1。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民运的代表选手。这样的成绩在今天高中组个人赛的决赛里面哦，能不能够再把自己的名次向前推哦？当然，我们还是得要等最后的评审。对，没错。而且像现在我们10位选手已经看了5位了哦。其实真正能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哦，他的技术差异其实不会是最大的，反而是在看谁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可以有最稳定的表现哦。其实就是在考他的心理素质哦。心理素质的考验哦，我想接下来要受到考验的连家俊，他的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为什么？他今年度的话，在昨天的预赛里面，最后是第7位出场哦，所以第7位出场的话，等于说他在21位选手里面是第4好的。前5有在前5，有在前5。对，但是他去年度在个人赛里面拿下的是第2，所以他今天其实要么就是对他来讲，他就是凭表现，那至少我要是在前2，坐3望2抢第1。对，坐3望2抢第1。他的压力绝对不会小。对对对，连家俊，闽伦高中的选手。好，他做的这个棍子的折返都在自己的前臂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他的身体可能有一些流汗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棍子粘度太高哦，来不及回来哦。好，一样哦，这是上下不同步哦，上面做一个直立的，下面做一个横回旋的哦，搭配脚步的搭配哦，这边处理的很得当哦。好，上面做一个小放棍，再做一个扯铃的一个换位，并且来的一个内外放棍，再做一个错位放棍哦，这里做的很不错哦。
我们今年来的左撇子的选手都真的是很厉害哦。通常在左撇子的学习的过程中也是特别困难的哦，他们要自己把教练的动作左右相反哦，然后再自己重新理解做消化哦。这里呈现得很好哦，滚翻力道非常足够，玩的时候还有个空中的棍子暂留哦。所以他在做这个加速，还有这个定点的停顿哦，他这里处理得很好哦，他可以马上的收放自如哦。哎呀，身体转得太快了！这里身体如果应该跟着铃走的、哦，转得太快的时候，超过扯铃的时候，你的扯铃就会滑走了哟。不过前面的这个 butterfly 连续小放棍，我觉得它技术难度是都有加到分的哦。好，内弹做了2轮，再做了一个时间差挂角时间差高抛。目前它轨道上升的很漂亮哦。好，有点小小的惊险，不过一样哦，他身体的收放自如，让他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 pose 展现。好，抽线技师接滚抛，可惜上来的轨道第2个接得太紧了，有点可惜哦。不过在这边4颗铃也是收到了2颗哦。常常在这种多铃表现的选手都会面临这样子的局面哦。他有什么样办法可以把4个铃都接住哦？所使不易哦。那在这边除了4铃有一点小紧凑，有一点可惜之外，前面也都有很好的表现。本周寿星连家俊，生日快乐，家俊。对。是这个礼拜5啦，啊，这个礼拜5还有几天啊？不过我后来发现，如果在1个月里面呢，你是算是比较早生日的话，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这个月。但你如果是比较晚生日，有的时候在星座上面你对不起来的时候，你的生日周可能是只有1周而已。好，但是本周寿星连家俊哦，包括是在他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昨天他们明伦高中大传社的社长好像也有帮他加油。所以希望他今天哦是能够来刷新他在去年度个人赛的最佳名次。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选手他如果表现就如他所愿的表现，他就可以得到名次。其实也不是哦，也是要看参加这一场的选手，其他是不是也都超乎水准的表现。如果他表现得很好，结果大家表现得更好，那可能他这一次就会。就是稳坐第4名这样子，所以也是要看其他人的一个表现哦。在家俊之后，接下来又要进入到了华江高中的这2位选手喽。那也就代表说，其实在这个组别里面，也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洪家生，华江高中的选手现在上场。他做了一个双铃的反手的弹跳哦，这个反手的时候呢，他线的张力其实是不够的哦，所以他必须要瞬间加速才有办法让铃跳，而且他连续做了2次哦。
好，一样高低抛的时候做了一个变化哦，这高度处理的不错啊，这里有一点可惜，但是因为它速度很快哦，还是把它救回来了。哦，他这里是完全没有用手接的哦，利用身体的折返这个阻挡之后，瞬间弹跳，刚2次的张力处理得很好哦。后面放棍的时候呢，就把速度慢下来了，重新再调整步调。好，中上的一个 manipulate， 再加一个扫堂腿，增加了一个扫堂腿哦，看他的这个里面的那个。体操分有没有观众有那个裁判有没有加他一点体操分哦？哦，连续2次很好，有一点偏哦，但是因为他的步伐很稳健，所以还是把他救回来了。他的这个动作张力放得很大，所以其实画面对于裁判看起来是好看的哦，不会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局限在他的长度里面，他放得很大，我觉得这里是好看的哦。40有一点急哦，也是让他4个全部都接到了。踩点呢 ，shuffle 40大概 shuffle 了4圈之后，安全下庄。连续的一个快速360，加上上下跳绳，在脚的折返接一个 helicopter。哦，他有做一个手转的一个上下变化，速度很快哦，连续做了2次。好，线变接棍360，再换手接。也是干净利落的成功哦，而且我觉得他今天选的服装其实蛮适合他的哎。展现他的肌肉，然后又干净利落，让他的这个领整个画面更凸显出来了。去年度国中组的个人第1洪家生，现在来到高中组也同样的是要来冲击最好的名次。那我想他在自己的社群媒体里面曾经有一个回文哦，我觉得回得很不错。发文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把 Michael Jordan比喻成是珠穆朗玛峰，那 LeBron James 就是尼罗河，最高的山，最长的河。而洪家生在下面，他回了这句：我们没办法拿山跟河比长度，也没办法拿河跟山比高度。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他们在这种金字塔的顶端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你只要把自己发挥好，其实你谁都没有办法来相比较。当然，中正杯因为要升学的考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名次。但是当你在扯铃的这条路上面，这些名次、这些分数又如何？最重要的就是你把自己最好的表现，你做好最好的准备，然后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洪家生从国中现在到了高中的阶段呢，要来冲击，而压力会倒在谁身上？高玉凯，因为他前后夹杀的都是高一的学弟。高玉凯现在也上场了，来自华江高中的选手。好，这个是一个前面连续小放棍接到一个背后再接到回来的一个终极动作哦。
连续的动作，在他的这个身高啊跟棍长里面啊，他的速度算是拿捏的很好的。可惜哦，有的时候在绕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方向的不对，就会导致这种招式起双零的这个过程中哦，有一些小失误的发生。好，一样哦，抓线做了连续内翻，再做一个后接零哦。这种要对扯铃的这个弹跳位置非常有信心的人，才有办法做的这种招式哦。这种高低变化的，确实就是很考验这个选手的反应力哦。他高抛完了之后，马上要下手做招式，再抬头看这个动作，一不小心就会有漏接的情况。好，这边放的时候其实都不够干净哦，所以它的棍子跟线的角度并没有在同一直线上哦，所以导致它放之后，它会有不同的 level， 它就会很难接铃哦。好，30也选择了只做了一个长的一个高抛变化哦，看来是要把重点放在40里面了。好，他40就对，这个就是完整的4个0、4个定点的提法哦。滚抛完了之后呢，他脚步也没有移动哦，在原地就接到了4零滚抛。高玉凯为什么会说他的压力大呢？他的前后上一个表演者是洪家生，下一个会是蓝正奇。但高玉凯在去年度拿下的是高中个人的第7名，不过今年在预赛，高玉凯以完美之姿、零失误的情况下入选到了今天的决赛。当然，在他后面的蓝正奇昨天也是零失误啦，就是最后的这2位选手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都是完美全上。不过高玉凯毕竟他身为是学长嘛，所以他能够希望的就是把这个奖杯哦留在学长的这个 level 里面。现在就看最后蓝正奇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演出了。那蓝正奇的话，也是我们在高中组的个人赛里面哦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喽。是的。蓝正奇来自明伦高中的选手。
好，有别于大家的这种定点放棍呢，他比较擅长的是除了放棍之外，还加上脚步的移位、身体的变化哦。这个是属于张力比较大的放棍哦，画面呈现起来也会比较丰富哦。一样哦，直立抛铃加上横向的身体变化哦，这个是属于一个冲突的表现哦。好，很精准的双抛，2个零放2个棍，胯下弹换，做一个高低的变化。哦，这里接得很好哦。通常在这里下降的这个冲力会非常大哦，所以他的手应该要顺到这个时间点，他才有办法成功接零哦。哇，做了一个抽线抛抛，而且我必须说啊，他力道抓得很好，他的抽的高度才够哦。那在这个招式还有前面一个招式也得到我们场内观众朋友的欢呼哦。好，他30的这个滚抛、高抛变化哦，他还加入了身体的元素啊，他挑的高度一定要够哦，他才有信心做这些身体变化哦。360一样一个逆转身哦，本来就要做一个冲突的一个 combo 哦，可惜在这边有小小的漏接哦。哎呀，可惜这边Minnie他也没有抓到，确实这个时候是很忙碌的哦，因为棍子持续的旋转，扯铃高抛的时候它又会下降，它必须要一心3用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动作哦。好，属于一个比较高的线上40哦。哎呀，伤脑筋嘞！他是选择做一个40的慢慢送高了，不是以往的直接抽高的时候做翻哦，他是慢慢的，所以其实40高抛有稳定度才可以往上送哦。结果后面可能不小心奶油手了，在最后这个手收的地方哦，有一个小失误。是昨天零失误，完美全上哦。今天蓝正奇同样的歌路啦 ，Divergent 的主题曲，昨天送他的那句话 ，Fear doesn't shut you down, it wakes you up。那我想今天哦，可能在最后的上场哦。毕竟昨天是完美全上的情况之下，多多少少还是会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给拿出来。不过今天的蓝正奇或许在表现上面会有一些分数会他被扣掉。确实今天有失误比较多，但是他的失误都是在招式的尾端，他并没有让他中断他的招式，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接受。对，他等于说他在技术的这个统整分是有拿到，只是在14分的地方他会被稍微扣分一下这样子吧。好，那蓝正奇的话就是高中组个人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我们紧接着会登场的是国小男生组个人赛的决赛。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了。
欢迎回来，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这个是在男生国小组的个人赛，第一位出场的会是陈振宇，来自崇文国小的选手。通常在这个国小阶段的这种个人赛哦，我们会希望小朋友他是稳稳的，先把铃加注好了之后，一步一步进入到自己的动作哦。那但是他现在选择的是撑在场地比较后方的位置哦，所以我等一下看看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往前的一些动作套路哦。好，有一点点歪斜哦，他选择放弃这个动作，而不是转身斜的持续进行。像大家在看到这种连续放棍或者是做一些 butterfly 的动作，如果他的扯铃歪斜，并不是他操作失误哦，而是这个动作的特性，他的铃就是斜斜的做哦。好，一样滚抛哦，加上一个侧体的 figure eight。好，一个经典的回旋，加上一个双方棍哦。可惜在缠绕的这个小抛上面哦，棍子的角度没有控制好哦。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哦，他在放棍完的时候，很明显轨道不对，棍子没抓到哦，他直接就很利落的做了一个收铃，重新起铃哦，这个是我们避免一个连环失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哦。然后30的连续3次滚抛接一个内翻挂手哦，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踩点得分。在这边放棍，目前都还是采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哦。好，接下来直升机其实动作也没有问题哦，但是他面对的方向是跑到后面去了。对，目前这位选手他大部分站的位置是属于比较偏后场的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希望他下次可以往前站一点点，我们更看清楚他的小脸哦。陈振宇非常可爱的一位小朋友哦。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我印象中是没有看到国小组，对，没有在我们转播这一个场次。那陈振宇的话，在上个月才刚拿下113年云林县秋季县长杯国小高年级组的个人赛第1。而且他来自的这个崇文国小也蛮好玩，他们在民俗艺伎上面，除了扯铃上哦，还有布袋戏。所以是让小朋友是蛮大量的去接触这种民俗艺伎的活动，因为像布袋戏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以往是很红嘛，以前在电视上面还有这个霹雳布袋戏，是老师您那个年代的吗？
不是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没听过。不过现在小朋友可能对布袋戏就比较陌生一点了，可能是用另外一个方式，用文化的艺术带给小朋友。对，所以希望这些传统的艺伎能够传承下来。接下来会看到的是谢杰恩，来自五福国小。哦，不好意思，这是陈奇恩，来自大安国小的小朋友。好，这里他在做滚抛，还有这些折叠挂手变换方向的动作，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它的线是长线，长线通常在做内翻或是外翻的时候，可能会有手臂撞击的情况发生哦。好，在这边做了不小心有一个手臂碰撞的动作，他选择直接放弃这个动作，应该是要进入30了。好，3个0的时间差，他依序都有做到，这个动作是稳扎稳打的成功。他一样哦，滚翻的这种30滚抛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手臂的撞击造成第2次的失误哦。他目前2次失误都是因为线的长度跟手的比例并不是和谐的哦，所以导致这样的失误哦。好，在这边属于一个比较中慢速的一个放棍哦，这个时候棍子的摆荡的不确定因素会比较大哦。好，这里做一个空中移动的画面。简单一个绕线直升机，在做一个空中开线，做了一个空线的 helicopter。也是一个技术的累积，技术的堆叠。好，2次 helicopter， 他这次选择是背对裁判做这个动作。好，不晓得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动作没有做到，让他后面再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时间补充的一些小动作。我觉得整体来说呢，他的编排呢都是稳定的，但是他的线长实在是超出他手臂的负荷了，所以他失败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他的线的长度过高。所以如果在这边选手允许的话建议他可以把线再往下修哦，他后面的动作可以更省力哦，更轻松的成功。陈奇恩哦。关于线长，其实昨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组别里面都有去提到过，有些时候反而是你的线太短，然后你只有一组线呢去复刻你的3领甚至到4领。那现在如果是年龄层比较小的话，反而是你的线可能会太长，那太长之后对于手臂的负担上面哦，会导致你的肌耐力在最后面要做动作的时候，发挥不出来了。没错，尤其在很多滚抛的动作，扯铃的回旋啊，抱歉它路线的走啊，都要在它2个手臂以内完成，所以你的线应该要比你2个手臂，包含你的身体躯长加起来还要短，他才有办法在里面完成。那有些选手他因为手感的问题哦，他喜欢长线，那他喜欢长线的时候呢，他身体可能就要做一些转动的变化。来成功这个招式这样子，所以这边还是建议你的线可以适时的缩短哦，让你的手臂负担不会这么大。好，那在看完陈奇恩之后，紧接着要上场的是林明德。
这个是来自侨和国小的选手。这个侨和国小的小朋友，目前看起来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国小选手哦。大部分就会有教练的编排，包含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舞蹈老师的介入哦，帮助他的肢体跟整个表演更丰富哦。好，他这个双放棍连续放棍有一点做的比较高，所以看得出来他必须要整个拉到很上面才能完成哦。但是也是成功接到了 butterfly 收尾哦。好，这边一样是手臂放棍哦，选择一个中慢速的一个节奏，把这个动作完成。好，滚抛的时候这边有放棍哦，感觉这个力道有一点超出他手臂的负荷哦，不过他还是有硬把它接回来哦。不过看起来这个扯铃的强度已经超过他的身体了哦。好，一个扯铃换位接卡哦，加速了高抛，没有做一个大的延伸哦，但是也是稳稳的完成哦，再做一个高低差的一个变化，很可爱的膝盖绕脚哦。其实这个选手他可以选择短一点点的棍子哦，让他不会在甩起来的时候好像要用全身的力气来甩这个棍子哦。短一点的棍子也可以帮助他稍微再省力一些些哦。好，也是救起来了他的 helicopter， 虽然蹲的有一点低哦，不过恭喜他成功的拯救哦。好，经典的30滚抛加一个换位，哇，完整成功，很不错哦。他现在就是很辛苦哦，这个东西感觉对他的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哦，他可能要多补充一点蛋白质哦，让他增加一些肌肉，他以后可以练更多的招式哦。你现在在国小的阶段啦，真的，尤其是男生可能比较晚开始进入到成长期，所以以现在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明德，他今年是5年级，他其实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要来长的情况之下，个子比较小只，那在这个运龄上面，还有他的器材选择上，可能就要比较琢磨一点。尤其是他的技术提升很快，技术提升很快的时候，他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他的身体成长如果没有跟上他的技术提升哦，他这样子他可能会有一些运动伤害哦。哦，是，不过他在今年度其实在奖项上面也做得很不错，包括是秋季在云林县的秋季县长杯，他有拿下他们高年级组的团体赛第1，同时男子个人赛也有拿下第2。那在刚完成的这个全国各级民俗体育竞赛里面呢，林明德也是有拿下国小组舞台赛的男子组优等，所以在奖项上面呢，也是同样也等于是现在在国小组高年级的这个组别里面的一个佼佼者。可圈可点的一个选手哦。
看完林明德之后，后续要接着登场的是杨忠彦，来自永康国小。好，这个绳子也是因为有一点长哦，导致它转速过慢哦，来不及在扯铃掉落之前就抓到它了哟。其实选手的操控性蛮好的，但是线有一点长哦，让他的速度有一点追不上这个铃的掉落哦。这些目前连续的这些失误哦，都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技巧，可能是因为今天线的长度的掌控哦。好，一个不小心哦，本来绕手要做一个后勾铃哦，可是在这边不小心做了一个漏接哦。现在的是选择直接放弃这个绕手的套路，进入单头铃的环节。好，他选择把刚刚绕手的地方再做一次哦，有了这次就是成功了，可能是有一点乱了阵脚哦，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东西了，重新进入状况，进入直立铃。做了一个绕线折返哦，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哦，卡了之后再在背后换手。好，一样自然放棍的地方哦，今天都是因为这个棍子的速度的原因哦，导致他后来没有办法绕起来哦。也看得出来哦，目前选手因为失误太多了，有一点心不在焉哦，有一点紧张了哦，也希望他可以重新专注哦，进入节奏。好，在这个培林特性的双铃，他就做了一个很可爱的手右弹跳的一个变化哦。好，他是选择用培林来做他的三铃哦。他看得出来，他三铃的手感操控非常的稳哦，他应该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这个线三的练习哦。可惜哦，这是一个挂手的失败哦，但是不影响他这个内翻的平顿哦。其实如果这位选手他在这个扯铃整个的感觉他允许的话，我也是建议他把线缩短哦，甚至可以换到30公分的短棍哦，让他的回旋啊都可以加快速度哦，再避免这样子同样的失误发生。杨忠彦今天的头发，我觉得他 set 的非常的还不错哈、哦，对，而且再搭配他所选的这个歌曲哦，日系的偶像歌曲嘛，所以在整体上面感觉真的有那种视觉系的感觉。那在今年度113年的全国国小杯扯铃的运动锦标赛里面，他是有在双人赛哦，跟他的同学兼队友陈奎熙一起拿下的是花式甲类组男生中年级组的特优。那在去年的时候，他则是有拿下高雄城市杯扯铃运动大赛技术类个人赛少年 C 男子组的第2。我相信他技术一定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这样子技术赛拿到第2的时候，代表他每一个段落可能分开都是可以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刚刚那种连环失误的发生。是。不过这个是等于说你在启蒙的阶段啦，先把技术层面给巩固好，接下来才是你在表演层面上面慢慢的累积经验。好，接下来在杨宗彦之后要登场的是陈哲元，这个是立湖国小的选手。好，这边连续放棍很流畅哦，而且利用这个动作的这个尾端哦，对裁判做了一个 pose 哦。好，另外一个绕线的旋风金钩接到手的后部连续放棍哦，再做一个连续小换棍哦，并且是在身体后面完成。这个也是很挑战灵速的，如果灵速不够的话，扯铃是非常容易歪斜的哦。好，两个零换位完的时候，再做一个轮流放棍哦。好，接一个滚翻的套铃哦。这次的选手都蛮喜欢做这个空套铃的哦。好，一样哦，不加速哦，直接起铃的时候直接做加分动作，这也是挑战扯铃的转速哦。回旋的力道有一点过猛哦，导致他两只的棍子它角度不对哦，他没有办法分开抓住它哦，可能在回旋的速度要再放慢一点，后面才有办法成功哦。好，放弃了刚刚折叠的，做这种经典的 suicide 放棍哦，接直升机也是成功。哎呦，他这个多做了一个内翻，有点可惜哦。不然他在挑的时候，他左手的算的这个铃数其实是蛮稳定的哦。好，选择直接放弃这个动作进入结尾。立湖国小在今年的全国民俗体育竞赛里面呢，拿下的总成绩是相当不俗的哦，也拿下了8个特优、8个优等跟5个甲等，而其中陈哲元在个人的舞台上里面呢是拿下了优等。那我想立湖国小他们的家长团都是非常支持小朋友的，所以他们有组了一个后援会。那这个后援会里面就会陪着小朋友哦，真的是大江南北走透透啊，四处的跟着小朋友来支持，然后来帮忙小朋友去完成他们可能在比赛前的一些前置作业。那陈哲元其实也是非常的争气啦，因为他在立湖国小的这个团队里面呢，就是一个夺牌高手。那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舞台赛的冠军之外呢，他也有在包括是中正杯有好的表现，
那还有是在之前的全国国小杯里面呢，也有拿下中年级组个人的花式甲类赛的特优。那也期待今年哦，在这个全国中正杯里面，陈哲渊也能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个人赛里面拿下一个好的名次。在陈哲渊之后呢，要登场的这个是胡佑生，来自金华国小的选手。目前这位选手的场地运用是很充足的哦，你看得清楚，他有很明显他自己想要去的点哦，哪个动作应该定点做，哪个动作应该移位做哦。可惜哦，最后一个滚抛并不是因为长度或者什么的问题哦，这就单纯一个偶尔会发生的一个碰撞哦，否则他在这个30之前的表现哦，都是把套路做到一个基本100%的完美成功哦，就连他预赛也只有0.5分的失误扣分而已哦。那这个有可惜哦，对他的质比例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时间耗损。好，一样一个大的外放加一个内放，再接一个直升机，感觉得出来他有一点点还没有在完全投入在他的表演当中，所以他失败的都是一些可能是不知道在想什么的一个状况哦，他才有一个造成这样子小失误哦。胡佑生，他在昨天的时候是进入到最后决赛的8位选手，排名在第3啊，所以说他今天是第6位的来出场。昨天是有个好表现，刚刚老师您也有提到，他昨天的失误分数仅仅被扣了0.5分。我在想他刚刚做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场外的一个什么事情让他分心哦，因为他眼睛一直往左边飘哦，然后后来他就有一些小的一些这种小失误，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这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尾哦。哦，场边往左边飘。该不会是有人在旁边帮他加油，稍微影响到他了？如果是加油的话，一定不会影响到他，或者是可能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选手的状况哦，也可能他紧张的表现是眼睛往左边瞄，这个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我当然会有点可惜了，可是小朋友的比赛就是这样，你很难的去真的去掌握，甚至连小朋友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对，确实哦。小朋友的比赛就是这样，它有很多的意外性，而意外性呢，就是小朋友比赛里面最吸引人的一个部分了。对。就有的时候教练可能也没有预期他可以表现这么好，也没有怎么突然间冲出来？可是有的时候教练对他会有期待啊，可能表现就没那么好。所以就是来来去去啊。当基层的比赛看得多的时候，到最后就是了然于心啊。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尽力，那都 OK。只要有尽力的发挥出来，我觉得都会是好的一个发挥啊。接下来看到的这位选手 ，Seto 的很不错哦。它是包括头发，而且它这个颜色应该是刚刚才喷的，头发有抓，颜色也有喷，哇，很漂亮哎。谢杰恩，五福国小的选手。好，他这个上手的停的时间很足够，我们基本上选手可以停1到2秒，那他刚刚这样时间是很充足的哦。好，一样经典的这个连续放棍，这个 butterfly 后面加速哦。那其实这个线对他来说看起来也是长的哦，不过因为他的力道足够哦，这个长线对他没有造成影响。好，用一个错位的方式哦，再做一个手收铃，做一个棍子迷你变垒的展现哦。这棍子的力道拿捏得很好，刚刚好可以在背后接到，同时开始加速。有点可惜哦，刚刚高度冲得很足哦，但是因为放棍回来没有准确的抓到哦，还有刚刚差一点打到他了，还好他闪得很快哦。有一点远，但是还是被他捞回来了。之后再做一个360，再接一个空的 helicopter， 这里整理得很好哦，有一点点一度失去控制哦，但是他还是把它拉回来了。这里的失败也是因为零速的不够，并不是他操控性不佳，只是这边直升机停留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哦。直接拉的从地板起30，他也刚刚也做得很好哦，也没有耗费太多的时间哦。好，做一个经典的滚拍。好，接着晚上是滚翻的送高哦，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在运铃酝酿哦，哎呀，有一点可惜哦，否则他的铃帽目前看起来铃速也够，转速整个都是很稳定的，应该是可以完成刚刚那组动作的哦。好，现在选择放弃哦，直接高抛收名。杰恩一上来之后，可以感觉出来他的肢体语言非常非常的有自信，而且包括他的眼神很清澈。今年度在全国的国小杯里面啊，他有拿下来的是花式甲类组男生中年级组个人赛的优等。不过我觉得更好玩，我所查到的一个资料应该是这一个是今年度的全民运，
在高雄市的陀螺项目里面哦，也有一位谢杰恩，一模一样的名字，一模一样的念法，字都一模一样，应该就是我刚刚看到的杰恩了吧？我也不晓得，因为毕竟现在同名同姓的也不少。对，当然我会觉得会是同样一个人的原因哦，是他刚刚上场之后真的非常的稳哦，代表他对于整个舞台上面的呈现他很习惯。少了一点那种可能国小组上来之后多多少少会紧张。可是刚刚他看起来的样貌，你看他整个整理哦，他的教练应该是也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哦，这绝对的，包含外形啊，到这个整个发型的搭配哦，我想教练也是功不可没哦。而且不止教练，家长团应该也都跟在旁边哦。好，接下来要登场的也会是今天在国小组决赛里面所看到的最后一位边冠中，来自明道国小。他除了做了一个正云手，还做了一个反云手，但是在最后快要掉铃之前，他就把它收住了哦。好，做了一个棍子的 manipulate， 它现在目前都呈现在这个棍子的变化比较多，也做了一个错位的一个转身换铃哦。右手开线旋风金钩360，再加转身，再加小勾收哦，比较没有选择转身的收法哦。原来是要接到转哦，这样在正面它会比较有连贯性哦。好，放棍错位哦，利用培林的特性做了一连串的定点，还有换棍变化哦。这时候除了内翻，还同时做了一个外放棍，直接不停歇，直接接一个360的电风扇。好，从一个直升机接到暂留，顺便换手，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连接点哦。好，快速的360接跳绳，接一个右手外放棍，身体转身，接左内放。选择一个没有 shuffle 那么久的直接30的变化哦。那个时候的30的 shuffle 它其实不确定哦，是30 shuffle 不是他的选择，还是因为他 shuffle 没有那么稳哦，所以选择做了2个0的变化哦。那确实在高抛的这个接0的地方，以他的速度来讲，应该是可以接到的哦，大概是有一点紧张哦，导致最后一个收0的失误哦。边冠中也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小组决赛圈里面呢，唯一去年度也有在决赛名单里面的小朋友。
那我想他其实渐渐的已经在崭露头角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国小组的比赛，绝对不能忽略这名选手边冠中。他在昨天的预赛当中，最后是以小组第1的成绩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去年度的台北市中正杯里面，国小组的个人赛，他也是拿下了第1名。所以我想他今天在整体的发挥上面呢，或许会有一些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个就是成长的脚步。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稳定性给提高，然后呢，渐渐的让自己的比赛内容能够做更多的招式，那好好的来发挥。那8位的选手，就是我们在今天国小组个人赛的决赛圈里面所会看到的内容。那在国小组的个人赛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是高中男生组的双人赛，预计会在11点45分来登场。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
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在今天上午场次的最后一个赛程最后一个组别，要来看到的是高中男生组的双人赛。在高中男生组的双人赛里面呢，会有3组的选手，那分别是系林人、明伦高中还有华江高中。那双人赛的话就是6个选手咯。没错，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转播的这个场次的关系，我们目前都是转播到个人的场次，确实也是最精彩的尤其这种高中男个这种男生个人强度最大的那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双人双人的技巧展现跟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等一下观众朋友也可以 stay tuned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变化。不过这也是我们这次这2天唯一一个双人赛的转播了，因为双人赛好像都在隔壁场。对，今天 B 场地的赛程的话，就是双人赛的赛程。所以只有高中男生组的双人赛是有拨过来我们这边的。可能也是因为2个场地的这个时间调配的安排就会把比较少的场次来到这边个人场地做使用那第一个要上场的这个是宏达跟元荣那宏达跟元荣的话，他们今天在个人赛里面是没有进到最后的决赛圈而且他们好像连个人赛都没有报。对，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双人赛跟团体赛跟个人赛所有的技术难度跟规定动作都是不同的层面，所以他是双人比赛的这种选手不一定有办法挑战这个个人赛事好，系林人周宏达搭配的是李元荣。他们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没有加速直接做一个双人的同步的放棍的展现好，这里也很成功他人没有移位，做的是一个0的互换，双人同步扯0互换我们接下来就会一连串看到他3种不同的这个双人展现好，目前也是一个规定动作的变形肩上的双人换0，还有肩下的双人换0在现在都已经达到了好，接下来是规定动作2人1铃绳他们技术一定是非常好，才可以直接做2人3铃一般的这个双人是没有办法挑战这个动作的接下来做一个滚抛的换铃，接下来是一个人的互换，看起来默契度有除了人互换，车铃之上人换位目前该做的3个元素这一组男双都已经全部完成了同步性在这里也展现得很好可惜在场地的运用我觉得不够场地的运用还有这个队形的变换可以再丰富一点这里很精巧利用这个时间差把一个人的2个铃直接带到4铃，再瞬间弹回这个是小失误，应该对前面的这个技术展现不会做到扣分这一组的同步包含3铃滚抛都可以互换包含左高右低的这个换位，他们的时间拿捏得非常好
好，这里技术难度很高哦，做了一个2.6的呈现哦，可惜在第3颗、第4颗就已经掉了，有一点可惜哦。不过在这个地方，技术难度都是有的，大概是不小心哦。好，非常不错，一个抽线互换哦。距离也拿捏得很好哦。但这样子的展现，除了是2个技术很好的选手加成双人之外，他们也在双人是有下心血哦，因为他们所有的换领、换位、肩上、肩下、直立跟横向的全部都有规定动作，就没有一个落掉的哦。周宏达跟李元荣哦，他们这2位也是在新北市全民运的代表队成员。那同时因为他们今天挂的单位是系林人，那他们今天在中平国中的时候就是搭档了，所以我想他们在默契上面呢，应该是非常的足够。是，而且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刚刚的这段最有印象的就是在一开场的时候，当时他那个音乐性在没有配乐的情况之下，这2边就是数好拍子要来卡点。那我想他的那个卡点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对，他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是音乐来衬托人，有的时候是不要音乐反而可以吸引这个裁判的注意哦。那刚刚的开场，我觉得他们设计的很成功哦。那看起来在双人上面哦，对于整个视觉上的效果，会比个人可能来得再更庞大一点。对，因为个人大部分是技术的展现，还有场地的运用。那双人的话，就有灵的换位、人的换位跟棍的交换，变成是你要互动的那种感觉。没错，一定要互动哦。如果互动性不够的话，就变成2个单人喽。明伦高中的组合连家俊搭配蓝正奇。好，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进到这个双胞胎的一个做法哦。上一组做的是30哦，这一组是用双放棍的进入哦，2组都是一个高端的做法哦。那这一组在编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并不是2个都是右撇子哦，他们是一左一右来做搭配哦。一左一右有它的困难，但是也有它独特的变化可以做的哦。大部分都是镜像的动作跟面对面的动作，在这个一左一右搭配是更合适的哦。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2个选手他的惯用手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每个动作都必须要做的是偶数哦，他才有办法回来拿到自己同样方向转速的策略。好，他们一次选择换1颗2次，他们做的是一个慢速的2次哦，那这也是一个一左一右玩家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编排方式。到目前都还不是双人的这个动作，都属于是2个个人的一个同步呈现哦。但是在这边同步性可能还要再加油，这个同步的状况没有上一组来的这么的和谐。哦，这里很漂亮的进入一个趸抛之后回来送出去哦，这里的距离拿捏得很好哦。好，也是因为不同的惯用手的关系哦，他们必须一个面对前面，一个面对后面，才有办法做一些换铃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动作哦。没错，滚抛2.6，他这样换铃也是成功的哦。上一组也是一样，在这个动作做一个双人肩上换铃。好，一样哦，也是做了一个2.6的互换哦，在这边也是不小心哦掉了2颗。
好，接下来就是2个人做4-0哦。如果要做动作的话，我们希望它是可以同步的哦。好，可惜在这边呢，可能有一点紧张哦，或者是手部压力太大哦，导致4-0的 shuffle 没有完整呈现。这个2个人用1个0互换哦，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哦。2个技术都很高的人，他们用1个0来做，可能是因为左右手的关系哦，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换2个0哦。严家俊搭配蓝正启哦，这2位选手在今天稍早都是双双的有进入到个人赛的决赛圈里面哦。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这2位选手应该是不陌生啦。那同时也都是在台北市的全民运代表选手，明伦高中的这个双人赛的组合哦。不过他们一左一右这样子的搭配，应该也是教练有特别去筛选过的。基本上一左一右其实不会造成影响，我们会先找的是2个技术实力相当的哦。那相当完了之后呢，才可以来做这个合适的编排。那他们2个其实确实技术都是好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双人互动的这个环节，呈现的不够多。是，也可能因为他们要同时备赛双人跟个人哦，所以他们可能在比重这边有所拿捏哦。好，紧接着要登场的也会是在男生高中组双人赛里面的最后一组了。我看起来他们是衣服的颜色，还有他们的铃，都是选择这种粉粉的哦，或者是一点桃红色调。不过如果你整个服装的色系有搭配起来的话，我觉得视觉效果会蛮漂亮的。没错。尤其是这种大家常常喜欢穿一个深色裤子的情况下，其实是蛮亮眼的哦。就像是我们前几天哦，我们昨天比较早看到那个曹子红嘛，它就是整个红嘛。对对对。那曹子红同时这次也是我们的亮眼选手哦，他也是在全民运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大家这一次在转播的时候也是冲着他而来的哦。是，有很多的粉丝，那他每天也都有来担任裁判。好，华江高中的组合高玉凯配对的是曾佑成。这个是在双人的编排里面，真的有下了一个很大的琢磨哦。1铃1棍，除了人的错位，还有铃跟棍的变化哦。好，再来，这是2人2铃绳，这个也是一个在县市赛级的一个规定动作。好，用时间差直接进入2人3铃，2人3铃完了之后变成直立错位，再接到这个3铃滚抛哦，这里是蛮有一个创意，而且互动性十足的一个双人动作哦。好，前后2、3哦，除了侧边做了，他们前后也做了。可惜在这里放棍没有成功哦，有一个小失误。好，他们是选择了放弃前面的2、3后续的动作，直接进入2人双铃。
好，这里高低换铃同步性拯救的不错，他们的同步性好，同时在换铃的高低时间也算得蛮准的哦。到后面的接铃啊、换铃啊，都成功的展现。再来，这个是双人呈现棍子的迷你壁垒哦，他们也是选择用一个铃来呈现哦。所以感觉起来，他们的这个直立铃只是一个他们的过场哦，他们没有把重点放在直立铃哦，还是放在后面的扯铃的数量的提升哦。有，还好他还是在场内接到。不得不说，这一组的同步性表现得很好，技术难度不是最高级的哦，但是在这个双人同步换铃的动作，他们确实都有下功夫来琢磨哦。高玉凯跟曾佑成呢，我想这对华江高中的双人组合哦，在这一场给我的感觉真的是supernova， 感觉他们连头发都搭配好了，有没有？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两个其实在身形，甚至我觉得连在气质上面，对都很像哦。没错没错，想必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练习哦。所以是练一练之后，现在也会有这个兄弟脸，有可能哦。非常精彩的表演哦！我想双人赛的这3个组合，西林人、明伦高中的组合以及华江高中的组合，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在上午场的最后一个组别，那我们在紧接着下午场呢，会看到的就是公开的男生组个人的决赛。以及就是团体赛，没错，这也是我们转播唯一会看到的团体赛哦。所以下午的赛事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扯铃呈现的样貌哦。尤其是公开组哇，公开组那个应该是最受人期待的一个组别。没错，而且我们这次的亮点选手，全民运动会的前3名哦，也都在我们的公开组的决赛名单中。是，那上午的转播工作在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也感谢 Britney 老师在上午的陪伴。好，我是秉承，我们的下午见喽，拜拜，拜拜。